250，手放上去可能会有点疼。250号却被减听为250，行吧。哇，这是特效出现眼前了，出金了！我的个天，金灵根！封主，极品金灵根，15岁的小天才啊！我什么都没干。先天剑骨啊！我封得了2个木灵根，我封那个火灵根可是上品。封主，极品金灵根，15岁的小天才啊！先天剑骨，再补偿封主来啊！先天剑骨很厉害吗？我初来乍到，你帮我解释一下呗。传闻曾有蛟于此潜修千年，破劫化龙，破空飞升。此后神龙必有此方山河，镇一方天地气运，故名游龙记。剑修最强，在剑修之外，还有一些灵修、符修、阵法师、丹修、阴修，而拥有先天剑骨，那在剑修一路上几乎是如鱼得水，是千年不遇的天才啊！老夫的弟子呢？弟子见过各位封主。这位是我们第3封的封主顾连生。你瞧瞧，怎的把自己弄得这般狼狈？师尊帮你整理一下。师尊啊！师尊这就带你回宗门。我们到了。你是师尊第6位亲传弟子，你上面还有2位师姐、3位师兄，但只有小师姐在封内，其余几位都在外出任务。你小师姐有点特殊。你就是我小师妹，我是你小师姐知朵。我师姐？你小师姐，咱们不按年龄，按照入门顺序。见过小师姐。啊，你看看你手空的，这个紫荆碧玉摄影储物抓给你，这个碧玉蝴蝶簪给你，下雨就不怕了。这个冰晶玉水寒镯给你，能避暑。这个还有这个。不用了，小师姐不用了。给你就拿着吧，她好不容易等来一个师妹，她家有钱，你应该能看出来。知朵啊，你大师姐3个时辰后就回来了。那我去修炼了。你3师兄明日回来。大姐和3师兄溜溜。3师兄很可怕吗？你大师姐一心练剑，悟的是无情道，教训师弟师妹毫不留情。你3师兄清冷高雅，最讨厌闹腾的小孩和叮铃咣咣的饰品，出手也挺狠。这就是你的住处了，旁边是你小师姐的院落。你若是不喜欢小孩，就去你大师姐和2师兄中间的院落。师尊就这处挺好，小师姐挺好一个小孩，我怎么会嫌弃呢？长得可可爱爱，还那么阔绰的给我好多东西。一会儿看看缺什么，让你小师姐带你去事务厅领，领不到的就找小师姐要，她那边东西多。好，那为师先教你修炼。这是洗髓丹，服用后应当就能自行灵气入体了。所以要修炼得先吃药。你本为先天剑骨，天生就有聚灵的能力，这般岁数还未练气，只能说你体内的杂质太多，而且不是一般的多。是否一生下来就在吃杂质很多的食物？生在现代吃了不少垃圾食品，那或许是了。也不知道你之前经历了什么，不过来到了天策宗，天策宗便是你家。服下修炼，开启新的一段路吧。只是洗魔便已经到达炼气9层，不愧是先天剑骨。我一个普普通通刚中考完的准高中生，去动物园做志愿者，遇上地震，这就穿越了。我一个普普通通刚中考完的准高中生，去动物园做志愿者，遇上地震，这就穿越了。我就不该看小说，果然把自己看得都魔怔了，还觉醒什么极品金灵根，什么先天剑骨，我明明只爱小动物好吗？人心太复杂，还是动物简单。狗蛋别闹！小师姐，是疼的，不是做梦。我刚才打了小师姐吗？笑话，你怎么可能打到我？我可是炼气5层。哦，那就好，你小师妹炼气9层了。师妹好好休息，师姐去修炼了。这小师姐好装啊，死装的，好有意思。师尊，我炼气9层了。
弟子见过师尊。青言，这是你小师妹云渊。大师姐，见面礼，选品高阶法器，能抵御金丹9层修士的全力一击。谢谢师姐。15岁炼气9层，要勤勉修炼，不然这次的风云会你会被摁在地上揍的。哦，你小师妹在3个时辰前刚刚洗精法晓，你小师妹极品金灵根，你小师妹先天剑骨。小师妹，加油修炼，风云会把别人摁地上揍的任务就交给你了。啊？我揍人？风云会又称风云大会，是游龙界3年举行一次的，适合年轻人锻炼的比赛。届时各大宗门都会派30岁之下的弟子参加，也算是宗门实力另一种彰显方式。下一次的风云会在2年后，你大师姐已经超过30岁，不能再参加了。所以在去年的风云会，这届风云会是师姐最后一次参加，然后她给所有宗门弟子都上了一课，把人揍得鼻青脸肿，像个大猪头。下一次师姐不参加了，但那些弟子放言要把我们这些师弟师妹也揍成猪头。哼噗！啊！师姐又揍我！大师姐，我在小师妹面前还要脸，脸是面子，屁股是嘴也不能打。风云会2年之后才会开始，你的天赋很好，不用担心。就是5日后的宗门迎新秘境，你要好好准备一下。宗门迎新秘境，把各弟子放入秘境中厮杀。除了像你这样天赋极高的弟子会在出血时脱颖而出，更多天赋平平的弟子则是全靠着迎新秘境。在这个秘境里，长老、峰主和宗主不再会单单看到他们的天赋，而是看到他们的综合实力，包括不善于心性、韧性、头脑。而你现在是亲传弟子，在迎新秘境中将会成为最容易被攻击的对象。你先与芝朵交手，让我瞧瞧。我和小师姐打吗？云渊，任何时候都不要轻敌。我怕揍哭小师姐。没事儿，你小师姐耐揍。喂，你们不礼貌啦！你说谁能赢？55开，芝朵年龄小，个子矮，实力弱。大师姐，我听得到。但是芝朵实战经验高，这1年挨揍经验多。云渊虽然天赋高，但身上写着懵懂，空有实力，没有经验，在炼气期差距4层，怕是可能打不过芝朵。小师妹，你好菜呀！你之前没揍过人，都没被人揍过吗？捡起来，继续。你倒是用灵力呀，攻击软趴趴的，调动身体的灵力，引着他们附着在木剑上，就像这样。学会抵挡了，那就要攻击，稳准狠。对，就这样。不过你还差很多。没事儿，他屁股扛揍，先把你身上的伤治好。恭喜，仅仅是打了1个半时辰，在没有本命剑的情况下就能人剑合一。1个半时辰，我整打了3个小时，这么快吗？明明感觉也就不过半个小时而已。还有人剑合一，听起来就很牛。所以，我果然不适合学数理化，我更适合修仙。谁不爱小黄金啊？那可是小黄金啊！为什么周围的灵气都在往隔壁飞？看来很快就要筑基了。15岁筑基，也算是天才了。忘记了，大师姐这个变态13岁就筑基了。等等，什么师尊？什么早晨修炼？完了！小师姐，闪开！怎么了？小师妹啊，这是师姐今天要教你的，无论发生什么，在没有结束战斗之前，都不要放松警惕。虽然这样有点胜之不武，但外面这样像胜之不武的人会有很多，所以你要有防人之心。多谢小师姐指导。那我们去找大师姐吧，今天她揍我们2个。吃下去，先修止书，1盏茶，然后继续。魔鬼吧！我算是明白为什么小师姐生无可恋了，这是挨揍，嗑丹药，然后继续挨揍，搁这儿 cos 永动机呢。
师姐，宗主率你们大弟子去主殿。啊，三师兄，师尊新收的老六。老六，该怎么和这个长得清冷的师兄解释？这个词在他家并不是个助词。我是你三师兄，岑清河，水灵根，剑丹双修，筑基9层。见过三师兄，师妹云渊，金灵根，炼气9层。我知晓，极品金灵根，先天剑骨。昨日洗精伐碎后，从无修为直接到了炼气9层，可惜是个绣花枕头，白瞎了这一身天赋，连芝朵都打不过，真服。乱说什么大实话，嘴好毒。那就交给师弟你了。三师虽然是个体型，你快躲啊！小师妹好勇，居然还敢还手！小师姐，打！我去，我什么时候行动力这么强了？这小弟子根基不算顶尖，临场招式却刁钻灵动，攻防极快，心思机敏，打法灵动。小师妹干得漂亮！师兄，我错了。小师妹是个人物，今日是我输了，动用了限制之外的能力。你说三师兄是在生气屁股被踹了，还是生气面子碎了？可能都有啊，那你可要小心点了，三师兄小心眼。我感受到了。小孩子真讨厌，5岁的和15岁的都讨厌。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，再也没有见过三师兄，就连小师姐都去闭关了。大师姐，三师兄最近在做什么？在闭关，试图冲击金丹。明日便是迎新秘境开启的日子，这几日挨的揍不要白挨。你进步很快，就算输了，以后超过去便好，不要有太大压力。顾青言，你们第3峰那天才小师妹呢？这般低调。她不想要当活靶子。那确实，这次就看你师妹的表现了。听说了吗？这次的亲传弟子极品金灵根还是先天剑骨，这是真的，但不代表能打。我还听说了，这亲传弟子1天晋升界，简直太不是人了。筑基了，我怎么不知道？我还听说了消息，这亲传弟子拳打师姐，脚踹师兄，是个狠角色。我什么时候拳打师姐脚等等，好像真的是脚踹了一下师兄，但这也不是狠啊。所以这亲传弟子，我们或许真的揍不过。你们傻呀，还真的打算揍亲传弟子？那可是长老们眼里的宝贝，揍了以后不怕被报复。就这个亲传弟子的狠劲儿，惹了他，以后怕是没有好日子过了。躲远点吧。大家思想转变就这么快吗？阵法开，入秘境。我操！这届弟子运气真好，能遇到飞升先祖留下来的心魔探测幻境。这幻境时好时坏，上一次时候还是10几年前，它能检测出人心中所害怕的东西，提早察觉并帮着克服，避免之后产生心魔。顾连生，你弟子居然怕一口井，估计是怕井里的东西，也不知道是什么。你不要过来！小师妹害怕的东西实在是奇特，就这挺好，起码小时候没有留下心魔。姐妹你好，加入妇联吗？一起互帮互助呀。就这么结束了？奇奇怪怪，也不知道在搞什么。难道刚才是师尊提到过的好几10年没人刷过的幻境？
我长这么大最害怕的，果然还是黑化的自己。真炫！云渊运气不错，居然还没有遇上异兽。闺蜜，游龙界这么抽象的吗？龟，你的龟！不，那是你的龟。谁跑得慢？龟是谁的？那还是你的！我先走了。嘿，你说这个我也有的，没办法，小师姐给的太多。这小子在这么糟乱的环境，还能这么快速的画出疾风符，天赋和心境都不错。你是符修？知道还问，拜拜了，宁南。既然避无可避，那就战吧。龟呢？那么大一个龟去哪儿了？你问我龟呢？不知道。定好秘境，若还有其他异常，第一时间联系我，我去请示太上长老。那什么假风龟真的做不到瞬间消失吗？姐妹，你没常识吗？假风龟是很常见的异兽，哎，它怎么可能做到瞬间消失？那它能去哪儿？我也不知道啊，是你在和它打。你不是都跑了吗？还回来做什么？看看你死了没？哎，等等，我这不是怕你一个人打不过，毕竟是我引来的假风龟。那个，我是苏月科符修，你是剑修的话，云渊剑修，炼气9层，真高啊！加油，顶峰剑！你以为谁都能到顶吗？天策宗这么多年的新人，根本就没有人爬到过顶。我知道啊，但人还是要有梦想的，不对吗？你想都不敢想，怎么就做到？啊！你玩我呢？这才第一层，云渊，这第一层台阶不至于吧？不行个屁！走！你不会不行吧？天梯坏了。宗主，云渊爬天梯压力太大，是不是天梯坏了？正常，爬到第几百层了？第7层。第七层。那个王八哪儿来的？师尊，这王八和假风龟长得有点像啊。白长老，可否告知云英，他身后有一只龟？云渊，你背后有一只王八。苏月科，帮忙看一下，我背后是不是有一只王八？我丢，真有个鳖！你玩我是吧？真的有，我感受到了。什么叫感受到了？意思是，来比比咱们两个谁爬得更快吧。不行了，你不行了。你才不行！你超过我再说这句话。你继续往上爬吧，我可能要到极限了。那我就先往上爬了，你加油。庆言，为师记得当年你在秘境中爬到了第9200层，你说你小师妹能爬到多少层？先天剑骨9500层起吧。庆言，为什么我感觉你小师妹速度更快了？是啊，怎么反倒看她步履格外从容？我原先还以为只是自己看花眼，她究竟是怎么做到的？这是实在说不通啊！莫非这登阶试炼对他而言规则和我们截然相反？难道起始关卡才是最难，越往高处行进负担越轻？你能不能闭嘴？我不闭嘴，有本事你来你师仔里揍我呀！喂，你是不是那名先天剑骨的亲传弟子？我是。果然。
到顶了，这就是奖励吗？王八！说吧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刚才为什么又会消失？我哪里知道？你契约了我，你还问我，我怎么知道？我怎么知道？等等，我契约了你，不然呢？你干什么？你嫌弃贵？我不管，反正你契约我了。好了，你再咬下去，书咬不开，都要被你口水淹了。长老，还是看不出为什么醒不来吗？老祖留下的秘境不可能害咱们本宗的弟子。再说了，云渊这可是这么多年来第一个登顶成功的，怕是有了什么好机遇。师尊，怎么了？无碍，你昏睡了7日，从登上万层阶梯的那一刻便消失在了水镜中。可是发生了什么？无字书。无字书？万层之上有着一本无字书，现在在我的识海里，只是我现在也打不开，不知道里面是什么。师尊可知道这无字书是什么？可是神奇的功法。这件事情师尊还真的不知道，因为之前从未有人登顶万层，所以即便是宗主和为师也不知万层之上有何物。既然是开山遗祖留下的东西，你留着便是，这是你的机缘。师尊，我契约了那只假风龟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契约？假风龟？师尊，那游龙界的御兽师一般都是怎么契约异兽的？御兽师是什么？可能就是像剑修的剑。御兽师能契约异兽，然后用异兽来作战。这千百年来，有人曾想过让异兽做修士的助力，但也仅限于一些攻击力极弱的异兽，还要在幼崽时选出，并找专门的人来驯化。即便是这样，成功的几率也不大。云渊，无论是无字书，亦或者是契约假风龟这件事情，尽量都不要往外说，留作底牌。契约后，他是否恢复原形，可以帮你战斗？可以的。等为师片刻。看看能不能契约，这个比假风龟厉害多了。可师尊，他被小王八砸晕了。不如先试着契约一下。师尊，我可以知道这小家伙是怎么来的吗？他母亲在领地争抢中失败，为师恰巧从附近过，见到后便带了回来，想着看看是否能驯化。若是我不将他带回，那他也只能被其他异兽杀死，但若是驯化不了，那就只能杀死。喏，小八去吃吧。你说你个乌龟，这么点个个子，怎么能吃这么多？你忘了我本体多大？欠我一颗下品灵石，以后有钱了记得还我。吃吧，记得5只烧鸡，20颗下品灵石。那我的呢？我也能欠灵石。走，带你去吃更好吃的，你不用还灵石。云渊，你旷课已经5天了，学分已经倒欠68了。师兄，没有人通知我去上课，因此我不知道这件事情是不是该从宽处理。师尊没有告知我，大师姐又出门执行任务了，2师兄和4师兄还未回来，小师姐还在闭关。那按道理来说，长兄如父。现在我上面的爹娘都不在，只有3师兄在，但3师兄没有告知我要去上课，甚至在师妹不知道什么是学分的情况下来处罚师妹，是否未尽到身为师兄的责任？好，说的太好了，师妹啊，你欠下的学分，师兄帮你申请消除，放心吧，师兄欣赏你。他是第一峰的亲传弟子，邢武，名魏简，自称你师兄也没错。见过师兄。好师妹，不用这般客气，师妹可休息好了。
听闻师妹登上了万层天梯，恭喜啊！其实不瞒师妹，齐大风的师姐师兄早就想来见见师妹，但见师妹始终未去见识堂，还以为师妹还身体抱恙，这才没来打扰。好了，我师妹我自会教导。魏姐，你不是说要帮忙申请消除扣欠的学分吗？还不去吗？还只是嘴上说说。三师兄，能不能带带我？毕竟我还有很多人不认识。走吧，带你去见习堂。师兄送你进去。不用，多谢师兄好意。你的名字在宗内已经人尽皆知了。见习亭有个不成文的规定，各峰主的亲传弟子皆是见习堂第一，无论是功法学习还是宗规背诵，最慢的知朵也只用了15天时间将其拿下。小存啊，你师妹云渊是个天才啊！那般复杂的宗规，云渊仅仅用了半日就能熟练背诵。10只烧鸡，40颗下品灵石，记得还我。我没同你说，就把你给契约了，你可心甘情愿？当然了，要不是你，我还在秘境里困着呢。你怕这小老虎不愿意？我给他说了，跟着你能吃烧鸡还不用还钱，他同意了。小八真棒，若是要同我契约，那就点点头。岑兄，你的师妹真的都好变态，一个不知道弄出了什么动静，但看起来还挺牛。一个小年闭关10多年就能冲击到筑基，云渊也要筑基了？不是吧？2个师妹同时筑基，那他们2个可以一起去接任务了，挺好。你们天策宗的修士不是都很能打吗？你们天策宗的修士不是挺能杀魔族吗？现在怎么不狂了？不狂了？多谢暗部师兄相救。丹药服下后快速撤离。知朵和云渊双双筑基。我是真的没有想到，自己真的会有被富婆剥光的一天。自从领了任务下山来到城里后，知朵就开始带着我疯狂的买，吃的、用的、穿的，小师姐真的不用了。你给我买的东西也太多了。唉，你初来乍到，据说你以前过得也不好，我又是你嫡亲的小师姐，给你花点小钱怎么啦？这是小钱？走，前面有酒楼，吃饱了才有力气抓猪啊！没错，我们师姐妹下山的第一个任务是抓猪，帮张大爷抓一只跑了的种猪。话又说回来，让知朵和云一师妹去抓猪，是不是有些大材小用了？他们2个现在能有多大的才？虽说2人都已经筑基，天赋极佳，可无论是历练、信性还是实战，都还十分欠缺。况且张大爷家跑丢的那只种猪可不是普通的猪，白牙猪实力堪比筑基期修士，最喜欢的就是伪装成普通猪，将农户圈养的猪骗走，而后吃掉来增长修为。若是成功将其猎杀，还能帮张大爷弥补回这次的损失。怎么，他们现在是还有些弱，但只要成长起来，到时候小心把你摁地上揍。毕竟我是他们师兄，一个师尊的那种，相比之下确实不好揍你。不过2位师妹倒是真性情，下山就是吃喝喝买，我就如实记下了，你没意见吧？是你来监督我的，不是我来监督你可能会作假的。只有执法堂的弟子才知道，每当有第一次筑基下山执行任务的弟子，便会有执法堂弟子跟随其后。一方面是为了保证弟子安全，另一方面是考察该弟子的品行和执行任务时的能力。即便是亲传弟子也不知晓，他们下山后的事情会被记录下来。这追踪法器怕是也想不到，有一天他居然会用来追猪。好啦，咱们不是了解过吗？那猪可不是普通的猪，是异兽，所以我们不是来抓猪的，是来拿下2境异兽的。我们是来拿下异兽的。小师姐这样的灵珠小孩真的很招人喜欢，好哄可爱，有点小江赞，本性不坏，奶凶的护短，还给爆金币，反正我是真的爱了。这样对吗？
嘿，抓猪，宗门说的可不是打异兽，我用法器抓也很对吧？走啦，我们快点把这白牙猪给张大爷处置了。谢谢两位小仙子。没想到自己尽心照料的种猪居然会是异兽，更没有想到自己只是报给了天策宗，居然真的就会有人来帮忙解决。天策宗真的是个很好的宗门。两位可是天策宗的小仙子？怎么啦？求两位仙子救救我女儿！求两位仙子救救我女儿！她就像是被魔上身了一样。夫人，我们两人尚且年少，此事应当先回禀宗门，让更有经验的师兄师姐来。她活不过今晚了，两位仙子就去瞧瞧吧。我们去瞧瞧吧，万一能救呢？而且天策宗的修士见死不救，对宗门的名声也不好。夫人，我们随你去。现代人可能对修仙不了解，但对于诈骗都还是很警惕的。现在的局面确实不好收场，我最讨厌道德绑架什么的了。但一路上城中的人对天策宗确实是称赞有加，若是其他弟子，估计也会去看一眼。好啦，云渊处理的还算不错，要不然这人继续磕下去，影响可就不好了。可我感觉这女人是专门冲着他们两人来的。你就是太紧张两个师妹了，这不是有咱们两个跟着吗？能出什么事儿？跟紧些。云渊，这地方给我一种不好的预感。有时候相比于人类，动物对于危险的感知更为敏锐。这就是我女儿，自从上一次从东岭山回来，就变成了这副模样。我对自己的认知很清楚，天赋或许是不错的，但其他能力或许还比不上一些混迹江湖的同龄修士。在没有解决麻烦的实力前，尽量不让自己成为另一个麻烦。夫人，此事我与师妹迅速禀报师门，请师尊出山，还望夫人稍等半个时辰。走你！师尊，阳天城有人布局，怕是早就盯上了天策宗弟子。小师妹消失了，能抗住师尊2道剑气的阵法，还能顺畅，绝对不是小手笔，定是有人早就在此地布局，而目标可能并非小师妹，而是知朵。真是烦人！我都准备去收拾一下回宗门，抽空去看一下新来的小师妹了，却没有想到曾经潜伏时用过的一个身份，忽然被组织传召，暗部想要潜伏进这个组织，已经折损了几名同门师兄师姐，好不容易潜伏进来，现在也只能将回宗门的计划搁浅。在组织内，所有人的声音都是经过特殊功法改变过的，没有一点特色和情绪起伏，即便是外面听到也不会有印象。保密措施堪比天策宗暗部，真怀疑这组织是不是有人在暗部混过，不然怎么会有熟悉感？38号，跟我来，这是新到的一批货，你务必和46号照看好。小师妹，不是才刚刚筑基吗？怎么会？哦对，筑基了就能下山历练了。她怎么能这么寸，这么倒霉？如果要带小师妹离开，几率有多大？并且还要浪费这一个潜伏许久的身份。这里的味道简直就像是垃圾腐败味，掺杂着夏天男生宿舍没有空调的汗臭味，还有一股子血闷久了的味道。天哪，我不会来到了修仙界的缅北吧？长这么大，从来没有这般狼狈过。师妹，对不起了。不过，你也不会知道一脚把你踹吐了的，是你嫡亲的二师兄。你只会知道，这是个有着难言之隐，悄悄与你相认的同门师兄。那是一个只有天策宗内门弟子学过基础功法最后一刻才会的手势，难道这人是在诈我？
让我到底想逃跑？当下的情况实在是太过于像缅北了。这么恶劣的环境中，居然会有人对我打天策宗手势，这不是诈我是什么？一旦察觉我有想要逃跑的念头，就会给我上更加严厉的酷刑，不对吗？所以，我绝对不会相信的。还好，赌赢了。小师妹是个聪明的，在看懂我的手势后，能淡定的不露出太多破绽的同我打配合。万一是个蠢的，在这样的环境中见到同门，太过激动，从而露破绽，就有些许的麻烦了。那我也只能再次对他痛下狠手了。即便是见到手势，也并未激动，甚至更加警惕。小师妹果真聪明。小师姐给我的东西全都被狗叼走了，身上的灵气也不能用，就像是被什么东西封住了一样。唯一值得庆幸的是，契约兽们还能用，但一只小小的假风龟和一只幼年期的鬼离虎拿出来，估计也是当炮灰。你说谁是炮灰呢？我感受到了，这里面除了关着你，还关着一些很强大的异兽。难道你想让我把那些异兽都契约了？也太看得起我了吧！哼，你把我放出来，我去把关押异兽的封印咬烂。异兽一跑出来，一旦混乱起来，咱们不就好跑了吗？你有这么大本事，能成？不是我不相信小八，主要是平日里他也没有表现出来多牛啊，就连在秘境里出狱时飞的都不算快，看起来没啥能力。哎，死马当活马医了，拼一把，小心些，弄不好咱就回来再想办法。自己这次带小师妹逃离此地的可能性没有100%的把握，但机会只有这么一次。一旦她从这个中转点转移，到了组织的大本营，那就更无从相救了。这是个好机会。小八干得漂亮！先将他转移。能混上组织里的主事人，实力至少是元婴后期，甚至可能是化神期修士。这一刀未致死，居然真的有细作！小小的金丹5层也敢对老夫出手？老夫可是化神2层的修士，弄死一个金丹期修士，那还不是简简单单？这给我打手势的人真的是同门，虽然从未见过这位同门，但莫名安心了许多。师兄，怎么走？师妹竟然自己出来了，一个加强版就连化神期修士才能劈开的笼子，她居然走出来了。这样也好，不用强行劈笼子了。我是小小金丹没错，但师尊这一道剑气，化神后期可还小。恢复灵气的丹药。虽然我刚筑基很弱，但有灵剑有灵气总比没有的强。这群被囚禁的异兽已经杀疯了，横冲直撞，是要将这里全都要毁灭。相比于组织内的人，当下的异兽才是最大的威胁。师兄，这边！小师妹疯了不成？不躲反而直接迎上去。我没看错的话，我现在是被甲方风龟用一只爪子护在了胸前。修士和异兽哪一次见面不是往死里打？什么时候我还能被异兽相护？师妹这是……师尊叮嘱过要保密。哦，龟龟，我朋友。师兄，我们活着逃出来了。大师姐我惹不起。3师弟是个洁癖，事儿多；4师弟爱美化还多，骂人也狠；5师妹是个叽叽喳喳还总爱炫富的小孩，我仇富。挺好。小师妹不狂妄，还很聪明，我挺满意的。最起码我们第3中来了个正常人。师兄，我去同我朋友道别，他怕人，你在此等我可好？好，那师妹去吧。只是师尊，我暴露了身份，怕是以后很难再潜入这个组织了。师尊，小师妹又怎么会被抓来？按道理来说，出筑基的弟子就算是领任务也不会多难，并且还在天策宗极大主城的范围内。小师妹还有您的剑气护体，同时还有执法庭的弟子跟着。依着小师妹的天赋和重要程度，最起码应该是执法庭的小队长暗中跟随，怎么还能被人得逞将他抓来？这是我所想不明白的。你师妹重要，他们费尽心思布局，就是冲着你2个师妹来的，怕是提前很久便做好了动手的准备。不怕贼偷，就怕贼惦记，防不胜防。除非他们2人永远不下山去历练。还好你在，救下了云渊，不然后果不堪设想。一名极品金灵根，先天剑骨，还能契约异兽的弟子，若是折损，那已经不是天策宗的损失了，更是整个修仙界的损失。闹呢？都换了一身差不多的衣服了，就不能露出脸来？这位师兄难不成是见不得人？我是你暗部的师兄。暗部确实听小师姐提起过，天策宗内最神秘的组织都是狠角色，因为任务特殊性都会隐瞒身份，就连同一峰的师兄妹都不会知晓真实身份，可能是扫地小童，可能是打饭少给肉的厨子，也可能是最皮的小师弟。这么说来也正常，若非执行任务的暗部师兄，估计也没有人能潜入像缅北园区一样的地方了。见过师兄。
不知师兄可否代我向师尊道一声平安？我的储物镯都被掳走了，想起这个就笑不出来。不知师妹是？师承第3峰峰主，新入门弟子云渊。送你回宗。师妹啊，你这御剑的速度，麻烦怕是追上来了。水灵根还能这么用吗？5层而已，我们3人都是金丹8层的实力，2人对付他就够了，剩下的1人正好可以将那小姑娘抓来。哼哼，金丹5层而已。金丹5层，打你们也够了。我来到天策宗，最多是切磋点到为止，哪里见过这般血腥的场面？直到这一刻，我才清楚地明白，自己来到了怎样的一个世界。修仙界残酷的一角，这才真正露了出来。见到小师妹反应如此剧烈，我心中有了想法，佯装不敌。结界，我的2把本命剑，一把主生，一把主死。暗部之人至少能承受住2把本命剑不能进入暗部。换句话说，除了先天剑骨的人，暗部的人是仅次于先天剑骨的人。可筑基与金丹之间的跨度太大，就算是敌人已经受伤，没有实战经验的我根本敌不过。若非师兄的本命剑能带动我防守，我此时身上怕早多了好几个血。杀人手要稳，心要狠。我脑海里全都是那名修士死前的样子，还有剑刺入肉体再拔出来的那种手感。走吧，再耽搁一会儿，怕是走不掉了。死的就是你我了。可时间没有留给我太多矫情和缓冲的机会，逃命的紧张感让我只能尽快御剑跟上前面的师兄。起码还算是冷静，我心中也松了口气。还好，我用力没有很猛，小师妹心理承受能力也没有那般差。仅仅是相处了几个时辰，我就察觉到了云渊最为欠缺的东西，是那股属于剑修的杀气。云渊天赋很好，人也算是聪明，可身上总是围绕着一股心软单纯的感觉。或许小师妹之前被家族保护得很好，可既然决定出世，决定踏上修仙之路，可以不用强烈的击败心，但一定要有能保护自己的能力。外面的事可不是天策宗内的点到为止，而是四大败赌命的那种。进入附近一座城池后，也便不能再遇见了，防止走神的师妹一个不留意碰撞到旁人，只能拉着她走。第一次击败人，你猜猜我第一次击败人是什么时候？入宗门的时候。8岁。这能播吗？违法吗？这么牛逼！我虽然来到了修仙界，可现在10几年的培养，让我一时间还不能完全适应这个新的世界。那师兄真厉害的时候。你师尊和师兄妹来了。师妹，有缘下次见了。不知为何一瞬间，忽然有一惆怅。小师妹，你可回来了，我好担心你啊！在这一场变故里，知朵是刺激最大的，谁也不会懂那一刻他被小师妹踹出去的瞬间，他心中的震撼。回去之后，许久没有动用过家里关系的知朵，罕见的让家里人帮忙寻找云渊。若是云渊真的出事，那这将会是知朵修行一路上最大的心魔。好了，这不是没事儿吗？小师妹，这些都给你，你先拿着用，等回去再给你重新置办。我也没有什么能帮忙的，也就这点东西能尽量弥补一下小师妹了，希望小师妹不要嫌弃。看得出来，若是我不接下，有钱的小师姐怕是要哭断肠了。谢谢。有没有被吓到？一路上都大大咧咧的我，在听到师尊问我这一刻，忍不住想要哭。此番是宗门的失职，宗门会给出一个交代。他们内部等级分明，核心的消息即便是我潜伏了半年，也未打探到一丝一毫，只是知道他们在搜集异兽，还有一部分无门无派的散修。堂主，
此组织内隐藏身份的法子和一些制度，给我的感觉就和暗剧有种相似感。师尊，弟子回来了。这个师兄好像有点熟悉。哟，这小姑娘面生，我小师妹，抢先一步开口，掌握主动权。你小师妹云渊，云渊，这是二师兄贺阳，见过二师兄。第一次见面，见面礼。平安符，师妹不会嫌弃吧？谢谢二师兄，谢谢。师尊，弟子先回去补觉了，小师妹回见。你说那个暗部的师兄和二师兄是不是有些相似？像，哪里像？都是人。一瞬间想要把龟击飞。龟说的明明很有道理的好不好？不管是不是，反正也道谢了。暗部的师兄师姐都很会隐藏身份，也没必要好奇的去猜。还要谢谢小八那么能干，在地牢里救下我。要不是你不肯暴露我，那个受伤的修士，我一爪子就能给拍死。哪壶不开提哪壶，这才想起来云瞻在击败死修时心中不舒服，那个也不算是你击败的，你也击败不死他。好似被安慰，实则被吐槽弱。行了，不和一只龟计较。不过小虎怎么还在睡？他还小，没被你契约之前几乎都没有睡过一个好觉，被你契约后吃饱了喝好了也没有危险了，自然是要睡觉长身头了。没事就行。不过我或许该去藏书塔瞧瞧，这次宗门给我的补偿可谓是很有用，除了一些零食之外，还有学分，还有藏书塔的高层权限，还有聚灵阁的时长。有学分我就能旷课，有高层权限我就能看一些旁人看不了的书，有聚灵阁时长我就能少做任务去聚灵阁修炼。我只觉得太完美了。师尊，宗门这是不打算让云渊出去睡练了。有学分，有权限，有时长，云渊确实不用下山历练了，在宗门就能修炼。可云渊天赋很好，但他实战可谓是一点经验都没，一把好剑难不成要放钝了？这个天策宗的理念完全不同。不要急，他先修炼，慢慢接触这个世界。过一段时间，你和老四一同带着他去囚龙场。怎么，以为偷偷去囚龙场真的能瞒过为师？师尊不好揍云渊，你们做师兄姐姐的揍吧。师尊，你这是看我还不够忙？所以去把老四叫回来。你不是最会让师弟师妹干活了吗？我近几日一直很有规律，上基础课挣学分，旷基础课去藏书塔找书，了解游龙界更多的知识，旷基础课去聚灵阁打坐修炼，增长修为。聚灵阁内灵气就是充足，短短1个月的时间，我就已经突破到了筑基4层。就在我即将沉浸在这种温馨的升级单机游戏中时，眼前的这位花孔雀是……你就是我小师妹，只会修炼不会打架的小废物。你谁？完了，真的是个傻子。四师兄？对，你四师兄迎辞，全师门你就没见过我了，还能是你三师兄不成？这四师兄的嘴怎么就这么欠儿？忽然就再次想起了华国那一句老话：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。你是什么眼神？我说的不对？你现在怕是连练气的伏修都打不过。一个修士天赋高升级高有什么？不会打架，到时候被人越级摁地上揍了，你多出名，到时候就越丢人。亲传弟子都是能越级干架的人，你没听过？你四师弟说话难听，但确实是大实话。我发现了，我还是喜欢单机的修行，反正宗内弟子禁止打斗，不然会被关禁闭的。瞧，筑基8层5分的力道，你都躲不过。不愧是老四，真猛！这是要拉着师妹去关禁闭啊。不过算算时间，执法堂的人也该来了。反正2位师弟师妹都开打了，那我去拖延一下好了。这不是莹慈吗？他对面那个云渊你都不知道吗？仙品精灵谷，登上万层天梯的那名弟子。据说云渊现在已经是筑基4层了，他1个月前才刚刚筑基，这速度……等等，他们不是同为第3峰亲传弟子吗？怎么打起来了？这个问题我也很想要问，谁喜欢被关禁闭啊？吃不好喝不好睡不好修炼不好，而且这位四师兄是疯子吧？招招狠厉，我都怀疑我们2个是不是有仇。
师兄，若想切磋，私下约便好。现在打可是要被关禁闭的。关呗，你怕了？我怕。师妹这样说，那我更想要揍师妹了。为钱？师兄，该关还是要关的。亲传弟子违背了宗规，更是要关禁闭，不然不能服众。嘿，你师兄我是那种公私不分的人吗？晚两步过去，让小师妹也被揍清醒点，不然空有天赋，没有生存能力，多可怕呀！怪不得说第三峰正常人少。谁家师兄上前拦执法堂的人，只是为了让师妹多被揍一会儿。不过这个要求也不是不能满足。小师妹果然是还差些，看样子就算是在两人境界相同的情况下，对上有经验的修士，小师妹也会败，不是败在修为上，而是实战经验上。贺阳师兄，我算是明白了，但你们第三峰就不能光明正大教教师妹，非要弯弯绕绕这么多吗？第三峰主张实践出真知嘛，所以也就第三峰最能打，当然除了两个师妹。天策宗的禁闭室真的就是小黑屋，干巴巴的，黑乎乎的，还要承受比自己等级高一大境界的威压。为什么师兄宛若回到了自己家一般舒适？小师妹怎么坐着不说话也不动啊？不会是害怕吧？喂，你要是怕的话，我可以勉强同你说说话。神仙吧！这人能扛着禁闭室的威压，开始修炼。要知道，在禁闭室里动用的灵力越多，那所承受的威压便越大。那些试图用灵力逃出禁闭室的弟子，都在这个上面吃尽了苦头。来到禁闭室就老老实实的熬到被放出，这才是正解。可现在，云渊却在调动灵力修炼，扛着禁闭室的威压修炼。感到体着体内的灵力逐渐适应在威压下运转，并且在威压下，灵力越来越瓷实，从软绵绵变成夯实的板砖。我觉得自己以后抽人一下都能把人给抽死。这是筑基5层了吗？虽然对于修士来说，低境界提升是比较简单些，但一般也不会5个时辰就能从筑基4层到5层啊。你真的是神仙？夸我还是损我呢？脑子有点反应不过来。要是比谁修炼快，你肯定是天下第一。这位上来就对我又打又训的四师兄，现在居然夸我，怎么有一种黄鼠狼给鸡拜年的感觉，十分的不对。幸好这个世道还是看谁更能打，而不是谁升级快，所以你还得多练。可只要我升级够快，他们就扛不住我的威压。就像是这里，在一个大境界的威压下，大多数人没有造次的心，即便是有，那也力不从心。是没错，可你难不成不知道越级打狗，越打越爽这8个字吗？即便你现在金丹了，我筑基8层也能把你打得像条狗，信不信？我真的忍不了了，愤怒之下，生击败人的阴影都暂时消失了。那出去试试。试试就试试。那个要符吗？试试的时候能让对方闭嘴的那种。看不到隔壁是谁，但这个声音的主人，好像当初在银溪秘境中把贾风归引来，还同我一起爬天梯的伏修少年。苏月柯，你也在这里？麦福被逮住了，就被关进来了。你怎么进来的？我素未谋面的四师兄把我从聚灵阁拽出来，并且在聚灵阁前打了我一顿，还逼着我还手，所以被执法堂弟子给拎进来了。牛吧，这样的师兄罕见吧？我只想说一句，你们师兄妹都挺少见的。小子，你卖符进来，卖的是什么符？我卖了一些傀儡符，替人做打扫修行的任务。由于买的人过多，生意太过火爆，被查了。第7峰岳庭云长老新收的亲传弟子是你？
想起了小师姐前2日时说的八卦。那个还卖透视符偷看女性洗澡的变态也是你！不是我，不是我，不是我！小姑儿，你家2位亲传弟子被关进禁闭室了。我知道。庭云，好像是昨天你新收的那小弟子也被关禁闭了，是吗？不要提那个丢人的弟子了，你就是太板正了。你那小弟子可是伏修奇才，什么稀奇古怪的符纸都能想到，最重要的还能研究出来，是个人才。我正直古板了一辈子，我真的笑不出来。对苏月珂这个小弟子真的是又恨又爱，明明天赋和悟性都那般好，却像是掉进了钱眼里，不研究正统，总是研究一些乱七八糟、歪门邪道的符箓。小孩子哪那么多省心的，大了性子就稳重了。师尊，师尊，师尊不好了！是跟随了我近100年的大弟子，我能不能收回刚才那句大了性子就稳重了的话？云渊、莹慈、苏月珂在禁闭室疯狂修炼，其中苏月珂要筑基了，需要特批提前出禁闭。好，禁闭室里终于有聪明人了！把那小子放出来筑基！还好我挂得快，免得宗主的形象崩塌。这么多年都没有人察觉禁闭室的米苗妙之处，真的以为是了惩罚他们，让他们静心养神的吗？不然呢？禁闭室还能干什么？可还记得昌明剑宗的那个瀑布？昌明剑宗的那个瀑布得天由护，宗内剑修在瀑布下修炼，扛着压力，剑意会更加纯粹，灵力会更加锐利。这么好一个修炼方式，宗主为何要放入禁闭室内，还等着弟子们发现？昌明剑宗啊，那是昌明剑宗。昌明剑宗那群剑修穷得叮铃当当的，近100年不放过任何敛财的机会，仗着自己能打，追着好几个宗门要了什么借剑费。这要是大肆宣扬自己宗门的禁闭室，怕是要被昌明剑宗的人追着打秋风了。况且现在因着天策宗截胡了先天剑骨的云渊，昌明剑宗不仅一次试探，说让弟子在5大宗门中重新做个选择，真的为了天赋好的弟子脸都不要了。所以才会我也想瞧瞧到底会是哪个天才，不仅第一个想到，还尝试成功了。毕竟能进禁闭室的都不是规规矩矩的弟子，看来本尊等的就是这个苏宗主。师尊，小师妹是真的神，她居然能发现禁闭室修炼速度能加快，而且她现在已经筑基7层了。我看她这个痴迷程度，怕是接下来要住在禁闭室了。所以，我等的不是苏月珂，而是云渊。好紧张。这和在学校被全校班主任、年级主任、校领导叫出去谈话没什么区别了。见过宗主，各位峰主和长老。大佬为什么在看我？盯得我心里毛毛的，不知道怎么了。难道是因为我打架被关禁闭的事情，还是我旷课，还是在禁闭室修炼？云渊，从入宗到现在，也才2个多月吧？2个月便已经筑基7层了，真的是英雄出少年啊！多亏了宗门，不然我也不能专心修炼。也没有聚灵阁、禁闭室这样的资源。好，2个月后便是5大宗剑重开启的时间，届时祝你能寻得一把自己的本命剑。本命剑啊，师兄师姐口中那种只要见一眼就能心意相通、认定彼此一辈子的本命剑啊！我好期待我的本命剑是什么样子的。况且云渊，你是先天剑骨，本命剑可能会有2把。2把？剑修不都是只有1把本命剑的吗？寻常剑修确实只有1把本命剑，那是因为越有灵性的剑对剑修越是挑剔，他们不会选择2剑共侍一主。但先天剑骨就不一样了，那将是所有剑都会心生好感的存在。这不就是渣男渣女吗？就是寻常剑修对本命剑是一心一意，到我这里因为是先天剑骨，就可3心2意，拈花惹草。倒也没错，挺通俗易懂的。听到这番话，云渊却想起了2师兄，总觉得2师兄和那名暗部师兄给我的感觉有些相似，但2人的本命剑却完全不同。可若是一人能有2把本命剑呢？师尊，那不是先天剑骨的人，有没有可能拥有第2把本命剑？或许是有。多谢师尊解惑。只是云渊，只修炼不切磋可不行，到时候去剑冢内，有些别被一些脾气暴的本命剑打趴在地了。好了，看来这切磋是无论如何也躲不过的了。我终究是要开始过被摁在地上上揍的日子，不能再舒舒服服的苟着修炼，当个只在升级上狂奔的卷王了。明日是大师姐来揍我，小师姐你呢？
三师兄揍我。要不二师兄我来揍你们？好呀好呀，二师兄你还没有和我们切磋过呢。二师兄整日睡不醒，懒乎乎的样子，说话温温柔柔的，打他们肯定不会太狠。小师姐，你到底知不知道你惹了一个什么样的人啊？小师妹，你还是去找大师姐吧，二师兄太残暴了。不能厚此薄彼，小师妹不想抛下你小师姐吧？其实很想抛下的，但她看得出来，二师兄今日专门就是为了来揍他们两个的，请师兄赐教。来吧，反正都是要被揍一顿，主动找上，至少显得勇敢些。倒是有些进步，连护体灵气未曾运转。师妹心可太软了。回神儿，准备接招。二师兄下手也太狠了些吧？贺阳修为可能不是那般高，可若同我拼命，我也没有十足的把握从他手中讨多少好处。还好那个时候我惹二师兄比较少。是啊，你该庆幸你二师兄对同门还有些善良，外加懒。师姐，你们轮番揍云渊，我帮忙瞧着。你为何不揍？我揍啊，但不是现在，我是一剂猛药。修仙界残酷冷血，现在若是不在宗门内一点点适应厮杀的节奏，到外面付出的代价将会是惨痛的。说到底，贺阳这般严厉，终究还是对师妹心软了。小师兄，您总算出关了。发生什么事了？倒也不算大事，只是天策宗新收了位弟子，收个弟子而已，有何不妥？那弟子乃是极品金灵根，寻常天资罢了，不足为奇。此人入门前从未修行，如今一人筑基4层，这般修炼速度，天赋确实顶尖。更惊人的是，他还是天生剑骨。先天剑骨，为何不来昌明剑宗？可能是嫌弃咱们穷。这倒是大实话。师兄您天资卓绝，此番剑就开启，定能夺得在渊剑。只要您拿到在渊剑，纵使那云渊身怀先天剑骨，也定然不及您分毫。传闻游龙界曾有大能飞升，留下2把绝世本命剑，一把离天，一把在渊。在渊剑一直沉睡在昌明剑宗的剑冢最深处，估计100万年，至今未曾有人能将其拔出。师兄，你当年入宗，可是极少数能让沉睡的在渊剑发出异动的天才啊！小师妹不要紧张，你一定能挑一把漂亮的本命剑。同你的一样，叮铃咣当的，一拔出来响彻2里地，想搞个偷袭都难。好啦，小师妹最好出来的时候挑2个，左手一个，右手一个，像大螃蟹。师兄们，你们礼貌吗？放轻松，一定要选能与最为切合的。可惜了，在渊剑并非在我宗，不然若是要尝试在渊，估计小师妹就要变个宗门了。谁要是拿到了在渊，谁就注定是昌明剑宗的人。也不知道小师妹这次能选中天策宗剑种内的哪一把剑。我去！遇上高阶宝剑会被带入幻境考验，只有做出了正确的选择，便能选出心仪的主人。完了，这下肯定要被制造这个幻境里一脚踢出去了。等了上万年，终于来了个像样的。咦，那边竟还有个更纯粹的，2个都让我心动。那边一起拉进来考验好了，我可是堂堂天下第1剑，自然要选最好的那个。你不怕吗？你一个人根本就打不过的，会死。人固有一死，却不能退。这才是我要找的人。喂，你这就逃了？你是个修士！后面那么多人，不跑死守才是傻子。就我一个，我什么水平我不知道吗？哪怕再多些修士，我也能跟一把。但这我一个人啊，这叫留得青山在，不愁没柴烧。那城里还有那么多
等情况下，我与他们有何意？一个人守在前面是很帅，但又有什么用？倒不如快些入城，看看城内可还有其他修士，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。那要是都逃不掉呢？都要死呢？呸！要避难，你知道吗？那要是都逃不掉，都要死呢？那就死得牛逼点儿，死战呗！不过能跑你让我继续跑啊！就你了，我贪生怕死剑归你了。贪生怕死剑？你真的叫贪生怕死剑？能改名吗？谁说我叫贪生怕死剑了？也就黎天总这般叫我。我叫在渊，你可懂？在渊？那个昌明剑宗的传家宝在渊剑？就是很厉害的那个在渊。完了，这下全完了，我好像给宗门惹大麻烦了。剑，昌明剑宗剑巢内的剑飞来了，在渊破开了禁制，去天松剑巢了。为什么我感觉还有点什么东西？哦，你感受到的可能是黎天剑。他当时受伤挺严重的，现在休眠了，不然还能让你评一评我们两个谁好看。我也把黎天剑契约了，什么时候的事儿？黎天的剑灵在我的体内，他快死了。当年黎天剑碎，要不是我收留他，他早就死翘翘了。现在我认你为主，他也就跟着认你为主了。只不过你还要去找他遗落在外的本体碎片。黎天剑碎了。当初他和老大死守城池，我让他们撤，他们不错，明天就碎了。置死地而后生，觅得了飞升的绝佳机缘。只是当时黎天被迫蕴养在我剑身内，我的状态也不好。老上边寻了个极为隐蔽的地方留下我们，自己一个人去硬刚雷劫了。再后来，他个小鳖孙飞升了，我和黎天这个混蛋倒是留在了这里。你说飞升不带我也就算了，为什么还要把黎天这个老骨白放到我剑身？老子看着他就烦。上万年里那些我看着还稍微顺眼点的修士也是装。被拉入剑灵幻境后，连飞升期强者都差点死了的魔族深渊巨兽巢，他们也敢来。这么多年，就你一个天才选择跑路，知道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所以，你看我是贪生怕死之辈才选我？当然不是了，你要真的是贪生怕死之辈，我也不会选你。再说了，我是贪生怕死吗？这叫聪明，这叫活泼。打不过就跑，回去摇人一起来打，非要自己一个人当什么大英雄？这下好了吧？现在黎天换死不活，老大飞升连把趁手的剑都没了，也不知道去上界当孙子开不开心。算了。走一步看一步吧。等出去非得找那小八龟算账不可，敢坑到我们头上。云渊丫头，在渊剑可是认你为主了。这便是在渊。果真是一把绝世好剑。只是你此番让在渊剑认主，昌明共宗那边怕是有些难交代了。是不是我给宗门惹麻烦了？宗主这个位子，可从来不是看谁修为高就能坐的。知晓昌明的人要来，却没有想到他们来的这般快，看来是真急眼了。那可是昌明的命根子，被自家人拿了那是出息，如今被旁人拿走，那简直就是奇耻大辱，能不急吗？自己没本事收服，还怨旁人，可笑。就是，那在渊剑本来也不是他们的传宗之宝，只是那位飞升的大能托他们找个有缘人而已。如今有缘人出现了，他们还不乐意了。唉，可惜师尊不让我们去殿内，不然我还想近距离看看宗主和他们吵架呢。哟，这是什么风把咱们昌明剑宗的宫真主给吹来了？您来的这般突然，也不提前派人说上一声，我等也派出仪仗来好好迎接呀。孔一水，你少给我装糊涂！是，宫宗主说的都对，无论何事，咱们都可以慢慢谈嘛。去主殿坐坐，喝杯灵茶叙叙旧。这天上风大，可不是说话的地方。云渊，快来谢过宫宗主和2位昌明剑宗长老。天策宗弟子云渊见过宫宗主，2位长老，谢昌明剑宗赐剑。云渊，你师尊说昌明剑宗诸位前辈不拘小节，慷慨大方，心怀天下剑修，乃为天下众剑修榜样，没骗你吧？师尊不是说昌明剑宗那群老古朴也难为穷的掉钱眼了，何时说过这些好话？孔世宇，你少在这里扯这些有的没的恶心人！在渊剑乃我宗底蕴，只能由我宗弟子传承。今日你们要么还剑，要么……宫宗主这话说的可就不讲道理了。这在渊剑当年指那位散修大能放在你们宗门，拜托你们代为寻个好主人的，怎么过了这么多年，就理所当然的成了你们宗门的传宗宝了？虽说是我宗云烟太过优秀，才让在渊剑冲破了禁制，闹出这么大动静。不如这样，5000万上品灵石。5000万上品灵石打发叫花子呢？
10亿上品灵石，从5000万涨到10亿，谁说昌明剑宗的剑修都老实的？这么会抬价？1个亿不能再多了。对啊，但一个小目标我也还不起啊！这宗门替我出了这灵石，那我就要承宗门的情，反正已经纠缠到算不清了。1个亿，云渊挂名到我们宗名下，那不行。但能在风云会之后去你们宗门交流1个月，怎么样？你瞧，云渊这孩子现在拿了在渊剑，心中对昌明纵宗有歉意，何必要算这么清？慢慢教好便是。况且先天剑骨、极品金灵根本来对修炼资源需要的就多，去你们那边交流1个月，你们对他好点，看这孩子有多赤诚。况且在渊剑也为昌明剑宗造了不少事，其实你们怎么也不亏。咱都退一步，就是为了游龙界年轻一代。孩子，当时为何认准了天策宗？啊，就是初来乍到，发现天策宗在测灵根，我就顺手测了一下，然后就被天策宗的大佬抢着收为弟子了，哪里还轮得到其他宗门？所以我们真的是败在了地理位置上吗？宫宗主也不要气馁，这天才可遇不可求，主要还是看是否天时地利人和。你们宗去年新收的那名小桃就不错，悟道速度极快，怕是琉璃剑心。琉璃剑心在某种程度下比先天剑骨还难得，在悟道一途上，琉璃剑心更快。多少剑修忙忙碌碌一辈子，都未找准自己的道。只不过琉璃剑心易碎，一念天堂，一念地狱，倒不如先天剑骨来得更为稳定。师尊，那我这次拿走在渊剑，昌明剑宗那个琉璃剑心会不会碎啊？应当是不会，谁规定在渊必须是他的了？要是琉璃剑心这般容易碎，昌明剑宗也不用看重他了。倒是你，接下来怕是会成为各宗门和世家重点关注的对象。所以师尊给你个任务。什么任务？不落城囚龙场。禀报宗主长老，陶师兄他去历练了，去了不落城的囚龙场。那地方是他能去的？那先天剑骨今日也见了，和小桃比起来，差了不是一点半点。或许天赋上要比小桃好，但周身一看就还缺很多实战经验。距离风云会还有不到2年的时间，想要坐稳天才的名头，或许也会去囚龙场。只不过去了怕也是认不出，宗门弟子没有人会拿着本命剑上场的。这不也好，也没有人能认得出小桃。各大宗门几乎都禁止各弟子去囚龙场，但几乎所有的亲传弟子都去过。那种地方是最能长本事、最能体会到活下去的地方，和与异兽战斗的那种实战经验还不同。在囚龙场将会体验到最险恶的人心和用不尽的下作手段，因此天策宗应当会让云渊去，生死间徘徊才是进步最快也最为变态的方式。名字？数理化。虽然见过不少乱七八糟的名字，但像这种像是老太太说梦话一样的名字，还真的是第一次见。筑基8层，对吧？拿好了，信息都能在上面看到，丢了要来补办。好，学会数理化，走遍天下都不怕。我现在就叫数理化，那肯定是最牛的。起了个什么名字？数理化。作为一个化名来说，确实不会让人将这个名字同云渊联系起。那师姐的名字呢？不愧是师姐，够直接，而且还是玉牌，真牛！铜牌之上是银牌，银牌之上是金牌，再然后才是玉牌。泥蝶，你爹？舒礼华，你是第一个这么快反应过来的。我上场的时候会说一句“我是泥蝶，请赐教”，但很少有人能快速的反应过来，这就没什么意思了。没想到，看似懒洋洋的二师兄，才是宗门里那个最抽象的。走吧，一会儿开始你的第一场比试。虽然在筑基期你实力不算弱，但不要小瞧任何一个比你修为低的，小心栽到他们手上吃个大亏。你签的不是生死战，但还是要小心，因为一旦踏上囚龙台，生死一周有命，及时求饶也是关键一刻。我懂，我别的不行，认输还是很快的。留得青山在，不愁没柴烧嘛，不然也契约不到在渊了。有不少修士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，甚至让对手都说不出来认输二字。你以为这认输二字是你想说能说得出来的吗？居然还能这样！我不是不言世事的小学生，只是没亲眼见过那些血腥场面，不代表我不相信人里面没有坏蛋。不过你最近反应也快了许多，出手也能狠下来些，实力又是筑基期顶尖。去吧，顶多挨点揍。还有7场到你，挺好，还能看一会儿。居然还有大屏，让有一种穿越进现代游戏的感觉。你猜他们谁能赢？
我人都穿越了，还是身穿，这个时候猜谁赢应该也会有些套路存在，不都是会上演什么逆袭、扮猪吃老虎的剧情吗？我猜红方赢。师妹居然进步了，居然能够看出来红方这小子的隐晦手段。我居然猜的没错。好了，舒丽华，下一场打完就该你了，你猜谁能赢？这么快该自己了，终于吃瓜吃到自己身上了，不是怎么就该他了？这比中考体测800米，比中考试开始还令人紧张。放松，不用这般紧张，打不过就认输。反正无论是不败还是老3老4，都还没有说过认输，你当第一个也挺好。即便二师兄的脸隐藏在面具之下，我也能想出他那悠哉悠哉但气儿气儿的样子。巧了，我现在也能想到小师妹那面无表情的小脸。有时候真的好奇，到底是什么样的环境，才能养出小师妹这样清澈心善的人？就像是15年来从未接触过勾心斗角和杀人越道，真的是太奇怪了。请下一场比试者登台。拼了，啥也不说了。你说数理化能行吗？小师妹真的太像个小羊崽了。之前无论是3师弟还是4师弟来，我鸟都没鸟一眼。现在真的是第一次体会到了些许担心。慢慢来，打不过就认输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有时候死战是一种了不起，但有时候敢认输也是一种了不起。新人对上藏刀，猜猜谁能赢？这谁知道？筑基8层，看样子小境界是比藏刀高。高一点怎么了？除非这叫什么的小子也能越级打金丹1层的人。陶兄认为这一场谁能赢？8成是藏刀，藏刀手段极狠，在筑基期可谓无人能敌。可还未见这名为数理化的新人出手，谁也不敢说剩下的那2成胜算会不会出现。也是，想当初陶兄也不是一剑断了连胜王中下的连胜，当时也没有多少人看好陶兄。师兄师姐交代过，不能动用宗门内门弟子的功法，还不能动用在渊剑，能用的只有外门弟子最基础的功法。这该怎么打？比试开始。废话，不知道怎么打，还不能跑吗？跑才是聪明的。好大的力道，我这玄品令箭怕是要碎。小丫头，该滚回家喝奶去。这就是死亡边缘徘徊的感觉，好刺激！这种紧张和害怕里，居然透着隐隐的兴奋。好搞笑，这小崽子怕没杀过人。就是，这水平，赶紧回去找娘吧！真的是出来丢人，什么阿猫阿狗都能来求龙台了，浪费时间，真的是浪费时间。长刀，别动奶娃娃了，一刀劈下去，老子还看下一场呢。怕是没有。这难道是他的法器？不然呢？这囚龙台上根本就不让动用储物镯，只能是他的本命法器。嘿嘿，有意思了。老子看过拿剑的，看过拿刀的，看过拿扇子的，但还真的没见过拿龟壳的。龟就说龟的龟壳好用吧？要是我出手，分分钟把他的砍刀劈个7、8烂。他这龟壳哪来的？有点意思啊。长剑对上砍刀，确实有些不舒服，被压制，但龟壳就方便了些。可只有龟壳，不会招式，也只能苟延残喘一时。小鳖孙，看老子把你龟壳劈了！一个小鳖孙只会躲吗？3米、2米、1米、半米，到了。小师妹这一场若是能赢，怕也是能在囚龙场出名了，而且怕是能把藏刀给气死。这叫智取，宝贝儿。我当然知道自己赢不过不光彩，主要是真的打。那大汉看着明显就是刀口舔血的人，我才浏览过来多久，还能平静地想出以退为进的法子，已经算很不错了。如果替代人来，看着藏刀就惊心胆生惊。经受此役，思杰还是修仙界的象牙塔，看见了这个世界的世界。或许想要活下去，必须狠下心来，无论是对对手，对自己。倒是聪明，有脑子比没脑子强。我自己其实知道还差得远呢。你的龟壳不是假龟的，记得你在宗门迎新秘境中与假龟交手，但假龟突然消失时，我在水境外是亲眼所见的。现在看着这龟壳，便瞬间认出来了。师尊只告诉他我能契约异兽，只是过绝不能乱说。不是我不信任师姐，对。谁还没有点小秘密呢？如果没记错的话，上次以安部师兄身份出来救小师妹的时候，小师妹的朋友就是一只假龟吧？莫非是同一只？那现在的龟壳……只是下一场，你就不能再用这个法子了。我自然是知道的，这种法子只能用一次。如果对上一些有心眼的人，成功率一点也不高。还好藏刀是个正直的大汉，不过还好。藏刀历一表筑基期里数1数2的强者，而你的实力不够。下一把如果遇上一位筑基青年的修士，那你也正好有小境界上的优势了。小师妹同级可能有实战经验缺陷的不足，但若有几个小凹陷，在境界优势和经验缺陷相下，
小师妹才能真正得到历练。我知道了。筑基3丛，速度极快，为人甚恶，小心一些。好，这个估计要真的刚了，就当是作为华国中学生的第一场战斗。和上一场相比，我的心态不同了，这次多了一些死战到底的决心。小王八，你那一招对我充了作业，藏刀在你手里，而我把你揍一顿，那代表我打了藏刀的脸。你废话太多。没有想到一个没有本事的人，现在居然能用这般硬气说我废话多。开始！师姐说，速度再快，那也是要调动灵力。一旦调动灵力，我便能靠着采集金属性灵气的那种程度，锁定他双刃所在的位置。这次算是给他匹配了个合适的切磋对象。他学东西其实挺快的，脑子好使。时机到了。这种大开大合，在明表面靠实力连续进攻百出的招数。决意致用，举一反三，这是我上学时听的最多的话，现在就用上了。你输了。会主动碰撞到剑上，竟然来伤敌1000，自损800，只为了能赢，胜负欲咋这么大？你不是才筑基，怎么能会金丹修士夺取的灵力实体化？真是怕了，又怕出什么幺蛾子，还是踹过去稳当。灵力实体化，你才筑基就成就了，我可以开始觉得第三方终于来一个正常的人了。这正常吗？达不到金丹灵力能够实体化，代表他现在能学7金丹期的高阶功法。这个叫灵力实体化啊，不是人的吗？我见师兄师姐好似都会。师姐的万剑归宗，二师兄凝水为冰，三师兄的水刃，我就开始研究，发现然后灵力凝成实体确实厉害，就是比较消耗精神。灵力实体化，只有金丹期之后的修士掌握啊！我的小姑奶奶，你没有去听课吗？前段时间总逃课去居灵阁修炼，可能正好给逃一段时间了。真是个很好的理由。回宗之后，必须让他系统的学完宗门里最没用的游龙界常识3000挺。都来修仙界了，谁还穿漂亮衣服？小师姐给了我引人注目的灵石，无意中在华国总是念叨的被富婆包养，居然在游龙界给实现了。这丫头又在胡思乱想，真不知道师姐给她灌输了什么奇怪的念头。我发现这几个师弟师妹都挺肤浅，都穿的喜欢漂漂亮亮。原来我和师姐被师尊捡回来的比较朴素，师弟师妹们非富即贵。现在师妹上面有师姐在，逛街完全是想要的就得到了。还好有储物者，不然我还不得帮忙拿东西拿到吐啊！云渊，先别走，回头一下。我们回去看一眼。在渊剑刚才有所察觉，让在渊剑灵发话的，难不成是与他相伴共生的离天剑吗？就是那里，那断剑！
你别看他就是最初在剑灵幻境中的另一个人，现在来和你抢离天剑的。原来是仙子拿到了，那就是仙子的。真奇怪，心里怎么莫名有一股子自己抢了旁人机缘的感觉。喂，你都契约离天剑灵了，这剑它就是你的。你清醒点。我知道啊，但他要是和我抢，我也不会内疚。但这种很君子、很大方的行为，就让我莫名其妙有点内疚。要是离天没有出现意外的话，真的可能会选择陶晋川这种死板的小修士。但还好，那一场大战活下来的是我在渊剑，现在选主人也只能听我在渊的。刚才是陶振川，你们先天不俗的人，果然都是有些相同的，就连一把断剑都能这般有默契的选中。只不过目前看来，还是我们先天剑国的小师妹更胜一筹。小姑娘，这把断剑不卖，不卖，但送。你在这里等我片刻，我去将卖主寻来。看来是这是寄卖了。有些人会将一些稀奇古怪的宝贝寄放在店内，有人要买下，就要交出卖主想要的东西，不能用零食买，这种最麻烦了。小子，是你吧？看上了这把断剑？是他。一个小丫头片子。怎的？老先生不许女孩子拿这把断剑？这老头脑壳不会有什么问题吧？好，那你个小娃娃跟我来。这是一间打铁铺，或者准确来说，是一间炼器店。小丫头，进来吧。这断剑需要你亲自打造，你若是做不了气修，那就死了拿剑的心吧。气修？那种抡着膀子练气的气修？但刚才的话都说出去了，而且既然我已经契约了离天，就一定要帮他重塑剑身。自己来就自己来，试一试又不要紧。你们两个在外面等着。这都能察觉到我，这老者实力不俗，也不知道是什么来头。果然，不落城是藏龙卧虎之地。哼，连火灵根都没有，你如何炼气？凭什么拿走这把剑？拿走断剑的必须是火灵根吗？一把没有剑灵的残剑，你凭什么替他做决定？怎么感觉是在点我呢？你个小丫头还懂这些？如何看出这把剑没有剑灵？不是老爷子，这剑都破烂成这样了，还能有剑灵？那你为何看上了这把剑？没火可以生火，想要炼气，方法总比困难多。好一个方法总比困难多。那你证明给我看，我借你火。你先练一个标准，我瞧瞧，学一学再来。全当是在学做饭、做实验、做手工了。火候的变化我也能感受到了，像是做饭，随手一抖就知道调料多了还是少了。火候好没好，不用精准的读秒，感觉，只是感觉而已。火再大点，还差点火候，快点，不然晚了。天啊！这是原本是黄品9阶的法器，现在竟然突破到了玄品。虽然是玄品1阶最次等的法器，可不要忘了，这是本该品质是黄品的法器，仅凭借一个火候，就突破了阶层，到了玄品。啊，难不成我弄错了？丫头，你怎么做到的？你真的是炼气师？你师从何人？天策玄机子、苍龙难言，还是百纳千锤峰那群老头？你是不是炼气师？不是。师从何处？师从天客宗第3峰峰主顾连生，是剑修。你还没有炼气一途的师傅可对？那老夫收你为徒可好？啊！突然就开始收徒了？小说里的神秘老爷爷登场了，这么经典的吗？看着眼前的老者，再回想他刚才抡铁的样子，我想要拒绝，还是做剑修好看，而且还能打。小丫头，你可看不起老夫？老夫可是，反正你不吃亏。不是怕吃亏，那个我没有火灵根，断不了气。深知这种神秘老爷套路的我，怎么会怕吃亏呢？我就是单纯的无碍。老夫知道一处秘境中有异火，只要契约便为你所用，炼气没有问题。我就是觉得炼气不好看，而且我还要修炼，没有那么多时间来炼气。我可不想要把自己给卷死。
怎么白天修炼被师兄师姐揍，晚上不能睡觉还要去练棋，一天马不停蹄的工作啊！我之前在学校就已经够累了，现在来修仙界了，甚至连睡觉时间都没了，天都塌了好不好？说白了，懒，还嫌弃练棋不好看。那你是怎么知晓刚才火的温度要往上调的？感觉？你是什么灵根？金灵根，极品的那种。怪不得，我年轻的时候曾在师祖的手札中见到过这个猜想。炼气为何要火灵根与金灵根？是因着大多数人需要同时感受火给金的反馈和金给火的反馈，才能把控好炼气的品阶。按照这个理论，无论是金灵根还是火灵根，只要其中有一个极品灵根，此人注定是要比旁人天赋更高，很有可能突破目前已知最高的天品9阶，炼制出神器。自古以来，极品灵魅单出，那些极品金灵根都成了剑修。可现在，我居然在一个小姑娘的身上看到了可能性，一个可以证实师祖大胆猜测的可能性。丫头，也不用拜我为师，你来练棋好不好？你很有可能会成为游龙界第一位神级炼气师。那我也要同师尊说上一声，还要看师尊的意思。好，老夫去找你师尊说，你放心。这断剑你拿着，等老夫找你师尊谈妥了，再来寻你。不用伤心，咱们是剑修，想要练气哪有那么容易？拿不到那把断剑，就先拿不到吧。师兄，我伤心的可不是这个。师兄，那老者说我可是炼气奇才，或许是未来第一个神级炼气师。那第一位神级炼气师刚才在伤心什么？当然是在伤心，自己又要练气又要休闲，真的是连休息的事都将没有了。师兄难道不这么觉得吗？我以为师兄是最能理解这个原因的。全宗门也就我最会偷懒了。听到他这番话，我觉得小师妹可能真的没有开玩笑。师兄，真的，他真的就这么说的。断剑这里，你看。我可没有忘记，方才发那脾气奇怪的老头说了，做不了气修就拿不到这把断剑，所以小师妹是真的能做炼气师，能走气修一途。那神级炼气师又有几分真？我服了。我进入天策宗之后，见过不少被称为天才的人，自己也被人称为天才。可当现在看着小师妹，我感受到了那些称自己为天才的人的感受了。小师妹还有火灵根，虽然不知道为什么只有极品金灵根也能炼气，但发生在小师妹身上，似乎也已经不是没有可能的事情了。我能感受到那老爷子炼气时炼气材料的变化，或许是因为我是极品金灵根。好了，很有道理，师姐联系师尊吧。要不再带着师妹去看看她有没有其他天赋，比如炼丹、画符、阵法。反正小师妹都已经如此的变态了，似乎也不差那么一点了。万一是个全能的呢？二师兄的精神状态似乎有点不太对了。断言大师，顾峰主，老夫也不废话，你这弟子是个做炼气师的料子，做剑修可惜了，浪费了。大师莫不是在开玩笑？云渊是极品金灵根，他如何能炼气？况且他还是先天剑骨，大师居然做剑修浪费了。极品金灵根再加上先天剑骨，怪不得那小姑娘说再做炼气师会耽误她练剑。不行，这可是游龙界第一个能冲击神级炼气师的苗子，她得学炼气，老夫这才来找你商议的。绝不能让外人知晓更多天赋。师兄，我都给你说了，不可能！我又没有火灵根，又没有木灵根，怎么可能会炼丹啊？来布阵，看看有没有感觉。唉，好了，没了。真的没了？真的没了。那我刚才应该是看错了。也是，师兄怎么会让我去双修呢？黎天是真的惨，断成了这个样子，剑灵还是昏迷。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？魔族深渊巨兽又是怎么回事？就魔族深渊下面有一堆巨兽，之前谁的东西就突然冒了出来。
当年是魔族和修士一同联手，才将他们重新封印回去。这么大的事情，在现在修仙界居然不是人尽皆知的。当然了，当年魔族深渊发生异动，首当其冲的是魔族，修士这边就察觉了，还没有等深渊里的那群玩意儿彻底冲出魔族，就带着一群当时最厉害的修士去阻拦了。寻常修士又怎么会知晓？当年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，也只有一些顶级宗门和顶级修士知晓，免得引起慌乱和恐惧。你怎么了？你说魔族深渊会不会出问题？呸！你在说什么？不可能出问题的，这都上百万年了，都没有出问题。算了，还是开始修炼吧，已经躺不平了。不管以后怎么样，现在多修炼，让自己变强点准没错。不就是修炼吗？来吧。怎么晚上没有睡好？没有睡觉，冥想了。还是肉好吃。味道还是老样子吗？好，我再去点2盘，好吧？师姐尝尝，这块肯定最好吃了。就为这个把贺阳支开？当然不是了，这一盘不够咱们3个吃呀。再说了，二师兄不大方，都不知道一次性点3盘。这小丫头还有理了。谁能想到你大清船能一人吃掉1盘酱肉还不够啊？那你现在不是也想吃啊？只说我做什么？现在是一个秩序完全相反的世界，我甚至需要改掉之前的生活习惯。此人的进步是真的很快。哼，筑基8层而已，我也不过筑基9层。那可不一样。你可是筑基9层就能暴打金丹2层，可你忘了吗？他昨日可是做到了灵力实体化。去帮我安排一下，看看下一场我能不能与此人交手。任意行，这名字倒是有点意思，咋不叫任意门呢？不要小瞧此人，昨日我见过他对战，是一名实导师的剑修。出手狠辣，但不是冲着人命来的，怕是宗门弟子，就是不知出自哪个宗门。你与此人交手，要用心，要小心，好好学着点儿，跟正儿八经的剑修切磋，回来说说是什么感受。现在可不是刚来这个世界的傻白甜了，我现在可是经过了磨砺，真的见过血的纽呼拉云渊了。啊，是他？谁啊？那个小子。和你抢离天剑的那个，昌明剑宗那个被誉为天才弟子的陶季川。虽然现在也没有感受到先天剑骨厉害在哪里，难道就是能契约2把本命剑？应该不会这么简单吧？也不知道是不是错觉，怎么感觉面前这化名为数理化的修士，忽然就有些兴奋了呢？任意门来吧！是任意行。这剑意真是意义。琉璃剑心相比寻常剑修来说是最容易悟到的，而一名拥有自己剑意的修士，实力不是同等实力修士能比的。这小子不简单，方才是剑意。筑基9层宗门弟子悟到剑意，莫不是陶季川？若真的是陶志川，那就更不用紧张了。不会吧，你这就生气了？道心不稳啊！你也不要怪我话多，我这样说都是为了你好。他倒是聪明，我就说宗门终于又来个聪明的。这小子这么一弄，可是将身份暴露个彻底。握剑砍上去！李天这疯子什么时候醒的？凝心于剑，晦气于刃，是龙又如何？你何惧他？燃！他那是剑意，并非，但已经有了雏形。不可控阶段，想要凝结出正儿八经的剑意，他先要找到自己的道。是你。我认输。
大师姐，果然练气筑基靠努力，金丹之后靠的就是天赋和机遇了。你以为天才有多轻松？没有人是容易的，知足常乐。也是。你以为你能替我做决定？你的健身真的很让剑灵憋屈。你给老子滚出来！一个健身里面挤2个剑灵，你还憋屈，我也憋屈，还嫌弃憋屈？憋屈你出去啊！回你自己的破剑里面，自己家不回，住我家，还嫌弃我家。你剑灵疯了一个。劳烦您为我重铸剑身了，虽然有些不客气，但我还是要请您快些。我并不是很想和在渊姐在一起，拜托了。拿你没办法。师妹，等级没提升？师兄，实力可不只表现在等级上，你对变强有点太刻板了。想开了更好。小师妹，你今日可能晚上又要休息不好了。师尊那边来信，让你晚上去练气铺。进来吧，今日没穿你那花里胡哨的小裙子啦。大师，那日我在逛街，老夫就是说你那日穿的裙子好看，你好好学练气，以后好看的裙子都能当法器，这多好。那确实是。你现在还没有异火，异火难寻，要靠机缘。今日只来测测你对金属的感知能到什么程度。老夫要炼制一件法器，但全凭你来操控。再调低，快！玄品2阶，能抵挡金丹5层修士的全力一击，你留着吧。谢谢大师。测试结束了，开始今天晚上的课程吧。今日挥锤1000次。什么1000次？即便是天赋斐然，也要脚踏实地，从最简单的挥锤开始。你练剑不是从最基本的挑、点、刺开始的吗？大师，我右手练剑，右练起，会不会左右胳膊不协调啊？我左右手轮换着来就好。大师再见。今日不去囚龙场了，你好好休息休息。谢谢师姐。云渊，你再不放出鬼灵虎，他就会废了。还有，云渊，你已经连着3天没有喂它了，我也没吃了。但我毕竟长大了，在你石海井待着，不去放风也没事儿。走，咱们这就走。师妹，你这……师姐，我能去隔壁的曜日森林吗？师尊驯服的鬼离虎需要运动运动。这是鬼离虎幼崽，师尊居然真的找人驯服了。我们能去曜日森林历练吗？过几天再去囚龙场。这小家伙还在长身体，需要运动，不然心情不好，长大会出问题的。师妹，这可不能吃，没多少肉啊，不是要吃掉吗？乱七八糟的，小孩子不要瞎听。小师妹上一次在囚龙台上拿出的龟壳，不会就是这小乌龟的吧？师妹，这甲风龟不会就是在迎新秘境中消失的那只吧？这只也是师尊帮我驯服的，只是我嫌弃它的不好看，没敢让师兄师姐们知晓。那个长得不好，脾气也不太好。好了，我错了，这不是不能暴露身份吗？你是长得最帅、脾气最好的、实力最强的龟。龟龟，你是最好的龟龟。哼，算了，不与你计较了。真的是，谁能有我家小八这么大度？还行吧，你带着它好好历练吧，我回去躺着了。这便是曜日森林了。师妹接下来是如何打算的？我想让她学着在森林中自己闯荡，
毕竟是一只异兽，不是一只已经被驯服了的毫无攻击力的灵宠。我是契约了鬼离虎，但不是养了一个玩物。若是鬼离虎的母亲还在，也不会让自己的孩子成为一只供人玩抓观赏的废物。所以我必须要让毛耙子去历练成长一番，不然对他太不公平。不过，你带着他在这里，要防备的不只是可能猎击败他的异兽，还有修士。一只年幼的鬼离虎，对其他异兽来说，那就是大补之物；对于修士来说，则是一个浑身是宝，可以卖不少钱的宝贝。如果真的进入了森林，那就要承受来自四面八方的危险。相比于还有些规则的囚笼场，这里的规则只有弱肉强食。我知晓，师姐、师兄，放心吧，我一定会保护好你的毛团子。毛团子这些日子一直待在石海，这件事情是我的疏忽，我应该补救。好吧，郑乔也好久没有来这耀日森林了。师兄也在明面上跟着我吗？不只是他，我也会跟着你，很适合给你讲解一些异兽的习性，还有自己一人在外闯荡该注意什么。实地讲解确实效果比较好。这是外围区域，异兽的实力并不高，炼气期经验丰富的修士完全可以应对。师姐，小虎饿了，说前面有异兽，他想要去捕猎。去吧，我们跟着他。要不叫鬼离虎呢？速度完全可以与鬼媲美呀！速度这么快吗？鬼离虎的速度自然不断，就是师妹你再不快点，可就要追不上了。我要是回去参加体测，别说体测了，参加奥运会都能碾压所有人。我的虎崽子怎么了？师兄，这里怎么会有幼年鬼卢虎？这次可是走大运了！这次最难的猎打败一只鬼卢虎的任务可以提前完成了，还是幼年时期的，这简直就将任务的难度降低了好几个多呀！小师弟果然是福星。这鬼离虎，师弟你来吧，正好当做历练了。不去帮帮你的小虎？实力差不多，切磋一下不是坏处。天神阁的人也是有点意思，这天神阁也算名气不小，但也没有进入过五大宗内，每次综合比拼不是第6就是第7，也是有些惨了。鬼离虎攻击力还是很强的，这小少年身上要不是有防御法器，早就受伤败下阵来。当着师兄师姐的面，我连一只幼年鬼离虎都打不过，真是丢人。这是足以炸伤还未到金丹的修士的爆破符，鬼离虎是扛不住的。师妹，这是我的灵兽，并非无主的异兽，给各位添麻烦了。我可不想给宗门拉仇恨，对方先前并不知晓鬼离虎已经有主，对鬼离虎动手无可厚非。反正谁也没有占到便宜。你说是你的灵兽，怎么可能？鬼离虎就算是幼崽，也不会被轻易驯服的。而且你说是你的就是你的吗？这鬼离虎就是我的，让开！他若不是我的灵兽，能与我这般亲近？齐霜，算了，我就要这只鬼离虎。我就是这个家族的主子，若真的是驯化的鬼离虎幼崽，那就更珍贵了。这个鬼离虎我要定了。鬼离虎呢？你用了什么手段把鬼离虎交出来？让你走了吗？你到底把鬼离虎弄到哪里了？这个少女居然敢无视我！师姐师兄现在哪儿去了？是想要让我自己解决这个问题？鬼离虎是我的，难不成你们准备击败人月果？倒是没有想到大宗门的弟子也会干这种事情。齐霜，我们走吧。鬼离虎的任务也并非一定要完成。滚！炼气期怎么敢和我硬碰硬？那符纸是东方家嫡系召唤族中长老的符纸，若是让族中长老知晓，自己就跟在六宫野深藏，
但却没有出手维护，怕是回到家族还要受罚。早出手不就好了？哪里还会有这么多麻烦？怪不得天神阁进不了5大宗，这般做派，宗内弟子怕也不能安心好好修炼。是你，顾仙子为何在此处？你为何在此处，我就为何在此处。我是为了师。这是你的师妹，15、16岁的模样，莫非是最近传闻这天策宗新收的那名先天剑骨弟子？这东方家的6小少爷当初在天策宗考核中被淘汰下来，也不是没有原因的。他把那个符撕了。你怎么敢？你不敢，我让长老来。2个女的还能有什么身份？就算是5大宗门的又怎么？还能比得上东方家？这就开始内讧了？难不成这看起来很牛逼的符纸还能害他们自己人不成？这符是召唤大佬的。方伯伯，他们抢了我的鬼离虎！什么叫我抢了你的？明明是你要抢我的！给家里人告状，也不能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瞎说话吧？我说，当年天策宗没有留下你，真的是个很好的决定。就你这个样子，怪不得天客宗不要你，谁敢要你？二师兄说的这又是什么意思？什么叫怪不得天客宗不要他？难道这个小孩还去过天客宗？什么话都吃不明白呢？是你？虽然事情已经过去1年，但是每当想起贺阳来，就会又恨又怕。还记得我啊，刘少？怎么，这是想要杀人灭口？天策宗第3峰大师姐顾清言，二师兄贺阳，还有先天剑骨极品金灵根，契约了在渊剑，第1个登上天策宗秘境万层阶梯的人。你们动一下试试啊！这天策宗的人，而且那个还是前不久用天才名号震惊各大宗门的那名先天剑骨。这下完了，他们惹错人了，就这么把他的名头曝光了。小师妹，我和师姐都出来了，你的身份很好猜，还有你这些名头，大宗门和世家都已经知道了。也是，剩下的底牌一定要藏好。若是小少爷说了谎，那就更难办了。你是故意的，故意不早早出来。故意和曾经考核一样，诱导露出真面目，这叫智取。蠢货，我不过是实话实说罢了。简直太还原了，好不好？方长老，此事还请您老回去后同东方家主知会一声，免得下一次天策宗同东方家因此生出些不必要的误会。怎么就惹到了天策宗的宝贝疙瘩？而且还是主动上去找麻烦，连个理都没有，还把符纸撕坏了。六少爷真是的。东方之朵都还没有这般嚣张，还好你不是东方家的小烧主，不然东方家的名声可就毁喽。这又是什么大瓜？什么叫东方之朵？是他想的那个之朵吗？他小师姐之朵？我也要回去。柳少爷还没有丢够人吗？我不管，我不要待在这里，我要回家。告辞。还好咱们宗门没这号的少爷小姐，不然整个宗门都会弄得乌烟瘴气。小师姐是这个东方家的小少主，还有师兄，当时考核的时候，那什么六少爷做什么了？想知道啊，也没做什么，就是无意中碰撞破了那小庄叶仗势欺人的样子。后来考核中我炸了一下他，果然不是个善党。就这样，天策宗就不要他了。至于你小师姐，确实是东方家的小少主，天赋超绝，同你差不多，但好像没你变态点。我可比不了小师姐，小小年纪就坐拥那般多的财富。这个确实。不过那什么六少爷心眼好小，以后真的不会报复吗？修行一路上本就有道不同的人，报复、暗算、偷袭这些是很常见的。你能做的就是坚守自己心中的想法，提升自己的实力，让旁人根本就伤害不到你。师姐，你是不是还有其他想说的？谁想击败你，你就击败回去。慢慢来，不用着急。不到迫不得已，谁喜欢击败人？你和师兄师姐没什么不一样的。若人都要击败我了，我为什么还不敢击败回去呢？你以后若是想要回到这里，便可以回到这里。但现在你需要和我一样，首先能有保护自己的能力，不然你刚回去就没命了。那不是放生，那是给别人的异兽送盒饭，宝贝儿。
好了，休息够了，咱们就出发，狩猎吧。这赤焰猿是群居的，我世界科普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偷懒走神了？哟，小师妹这是支棱起来了，看样子是要反击了。筑基8层，对上堪比金丹期的异兽群，若能杀了赤炎猿王，也算是对得起这几日的进步。我只是吃个饭而已，还不是你当着他们的面一边打一边吃他们的族人！乱叫提升优势吗？心凝于剑，晦气于刃。小师妹好兴致，不知道小师妹要是杀人了，是不是也会这样做？先别吃了。丧尸，游龙界还有丧尸。云渊，先带着他们往外撤。师兄小心这些东西，尽量别被他们伤到，可能会被感染，也变成这副模样。多谢香主。后面追你们的是什么？你们又怎么惹到这些东西的？我去！小心！师兄，师姐，这玩意儿真的能感染！师尊，师尊，青岩联系赋能堂，联系所有在曜日森林出任务的弟子撤离。贺阳，我知道你有不落至城主的联系方式，联系城主，将曜日森林的情况告知城主。是。云渊，师尊有何吩咐？你是如何知晓这东西可能会感染的？我之前听说过有一种和这个情况很类似的，但从来没有人见过，我也是第一次见。名为丧尸，可以理解为丧失掉理智和生命的尸体，被咬一口就会被感染同化。丧尸。云渊，你不是在曜日森林吗？救我cầu命啊！倒霉透了！好不容易筑基来蒿灵草，和师兄师姐走散就算了，怎么还惹上这群杀星？云渊，这师兄师姐在哪儿啊？救命啊！我去我屁股！还好现在没人看到我的屁股。苏月可，光着屁股，狼群不追你追谁啊？你个变态！那是狼咬的，咬的！谁会有病在被狼追的时候露出屁股吓狼啊？
他就误入了你们的领地，不用这么追杀吧？要不你们回去，咱们也不用动手了。云渊脑子有病吧？居然想着和异兽讲道理。你杀了他们的小少主？怎么可能？我疯了不成吗？我能杀吗？我就这点实力，我要是能杀他们少主，我屁股还用出来透气儿啊！这2日，你接触的东西全拿出来，避免误会，证明你清白。要是全拿出来，我的清白一样不保啊！听我解释，这是我捡的，我什么也不知道，我以为都是宝贝，想着以后画符能用得到啊。云渊，快帮我解释一下，我真的不知道。云渊，这个骨头我也忘记在哪儿找到了的，你替我给他们说一句节哀吧。有没有可能他们能够听懂你的话？你到底有没有常识？他说什么了？他好像是在说他的孩子是被修士弄死的，但现在却又因为修士才寻到尸骨，即便不是你杀的狼崽，可他还是对修士喜欢不下来。怎么了？师尊，他好像是在告诫我小心。看来曜日不太平啊。那顾封主，我们先回去。你把你的东西收起来吧。你不是符修吗？怎么弄这么多破烂？这些东西也能画符吗？能啊，当然能了，都大有用处。给你说了你也不懂。那个你怎么能听懂黑背猎齿狼在说什么？给你说了你也不懂。那天策宗的弟子居然有着能与黑背猎齿狼群沟通的能力，并非从小用禁术红色液体还养异兽，反而像是天生就有这般本事。齐霜这个蠢货居然将散生玉尸虫给用了还没有将人灭口。天策宗的顾连生还在，现在各大宗门都警惕了起来，曜日森林怕是要弃了。他是不是个蠢货？难道你现在才知道吗？放心，这散生玉尸虫可没有白用。散生玉尸虫，开胃菜而已。这就是露着屁股和没有露屁股的差距。你嘟嘟囔囔说什么呢？没说什么。刚才的那些事情，刚才什么事情？就是刚才什么事情都没。这种露屁股的丢人事情，当然不能大肆宣扬，不然是会得罪人的。但却可以在关键时刻用来施压，选来帮点小忙。见过顾封主，你小子怎么就分不清方位呢？还好顾秦宗兵你带了出来，要不回去怎么给岳长主交代啊？师兄，我错了，下次注意，下次注意。他们来了。这剑好牛，看着就好重。昌明剑宗丁成，元婴9层修士，现任昌明剑宗执政堂副堂主，能力同他的实力一样，极为优秀。顾封主，天神阁的人还没有到，这么慢。你去接应还在曜日森林中历练，尚未出来的低修为弟子。三师兄，魏师兄。这个周元，我之前还同他说过几句话，还算是不错的一个人，现在却变成了这副模样。世事无常，就是这个道理。这就是咱宗的小天才吧？我是玉铮铮，你隔壁第4峰亲传。云渊见过铮铮师姐，他们这模样，怕是要等药神峰那群人来。玄阴宗的人都来了。玄阴宗来也是有点作用的，万一是精神方面的问题，他们专业的。
这我怕是帮不上忙了，还要等药神峰的长老来。也是，这种棘手的事情还是药神峰的人擅长，一起催催他们。天神阁的人怎么还没来？这8人里面可是有3名是他们的弟子。正气浩然宗，这名字还真是直白干脆啊。他们来了，天神阁和药神峰的人一同来。劳烦2位大师帮忙瞧瞧了。你们是如何知晓这种情况会传染给人？又是谁第一个发现的？很简单，当时这名弟子只是受伤断臂昏迷，还与寻常修士无异，但很快便突发异况，身体抽搐，面色骤变，脑子没有了理智，直接对同门出手。是这样吗？是那小姑娘告诉我们，这东西可能会传染人，不要被咬到，还在瞬间护下了我们。顾峰主，这名弟子有些眼生，莫不是刚收的？你这弟子又是怎么知道这些事情的？汪长老，你在质疑什么？我既然能猜到，为何不传音告诉我的弟子？难道说你是看着自家弟子变成这样，心中不平衡，也想要我的弟子变成这样吗？师尊，汪长老肯定不是这样想的，毕竟要是没有我们，那2名弟子也活不了了。师尊和二师兄太牛了，有他们遮风挡雨躺平的感觉真好。东方奇霜呢？奇霜师弟他和我们闹了点别扭，跟随东方家族的长老离开了。好了，别说了。连异兽都能被感染，难道真的是丧尸病异常？云渊，他们身体里好像有东西在动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感受到的，但不确定。师姐，游龙界有没有什么蛊虫之类的？蛊虫，一种可以被人控制的虫子。若是这些人身体里面是虫子，虫子吞噬他们，然后通过他们咬活物，重新进入活物身体，不就是传染吗？小师妹，你到底……大师，我忽然想起来，手札上似乎提到过一种虫子可以寄存在活骨体内。那此时……是啊，虫子！哼，天策宗看来对这种东西颇为了解啊。事儿真多，自己什么都不知道，别人知道了说出来还要被怀疑，怪不得天神门能收东方凌霜那种货色。还好你4师兄没来，不然天策宗要和天神阁干一架了。师兄，我现在也想要揍那老头一顿。你笑什么呢？小师妹想要揍那老头一顿，那确实可以笑，毕竟我也想。这群小屁孩儿肯定没憋好屁。天策宗，哼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成了，确实是有活物在炼丹炉内爬动，就在这些修士和异兽的红色液内。这些虫子是从哪儿来的？总不会是人炼制或者培养出来的吧？这有什么？这么短时间就摸索清楚了。有人炼制虫子，就能有人来炼制解药。靠红色液传播，大家知道了了解了，反而不可怕了。师姐，你说会不会是齐霜在报复？